大家好，我是邱bình，我现在在山西。当你来到山西之后，一定会听说乔家大院以及王家大院，因为这个算是久负盛名。不过呢，当你走在山西的土地上面，到处都能看到以前那些豪华的进山大院、地主大院。当然，今天我们来的也是一个地主大院庄园，不过呢，它却是非同凡响，非常不一般。因为乔家大院也好，王家大院也好，在它面前呢，就是一个弟弟。主要是它这里的建筑啊，采用了黄色琉璃瓦。大家都知道，黄色琉璃瓦在封建社会只有皇帝才能使用，比方说皇帝居住的宫殿，以及皇帝去世之后修建的陵墓等等，民间是绝对不使用的。而在山西这个地方有个大院，却是采用了黄色琉璃瓦。从这里呢，也能看得出来它的主人身份不一般，他就是康熙皇帝的老师陈廷敬。他当康熙皇帝的老师将近35年，你想一下，帝师的身份那肯定是不一般了。同时，他这个大院呢叫做皇城相府。正常来讲，皇城是皇帝居住的，那这个地方真的皇帝有居住过，那就是康熙在南巡的时候2次住进了他这个皇城相府，就是陈家大院。所以说，里面呢还可以称之为康熙的行宫。从这2个方面呢，也能够体现得出来这个大院的豪华以及与众不同，所以才说地位比乔家大院和王家大院好。其实这个大院不仅仅只有我们现在说的这2点，还有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来开始看一下这个皇城相府的建筑。大家都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是相当森严的，也有很多忌讳的地方，比方说什么人穿什么衣服，什么人建什么房子都有规定的。比如说，民间不能用鲜艳亮丽的颜色，不同阶级用不同的装饰品，严禁业绩，否则后果很严重。就跟我们说的金丝楠木一样的，你像和珅那么有名的人，当时嘉庆给他的一个罪状呢，就是僭业之罪，使用了那个金丝楠木。但是在这个皇城相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合规矩的东西，比如皇城、御书楼、黄色的装饰品和皇家御用的器物。这栋建筑啊，非常的古老而雄伟，它是叫做御书楼，因为里面藏有康熙御笔而得名，是康熙53年公元1714年建造的。这个御书楼是面阔3间，进深2间，单檐楔商顶，上面覆盖着与故宫相同的明黄色琉璃瓦，端庄富丽，金碧辉煌，体现了皇帝御赐无与伦比的尊贵。因为这个是皇帝御赐建造的，是皇城相府规格最高的建筑。第一高是位置最抢眼，就在那个整个大院的前面。第2高名字最专用，皇帝御赐。第3高颜色最特别，明黄色是皇室专用颜色，所以相府里面除了御书楼，其余的建筑只能用普通的灰瓦覆盖。皇城相府是清朝康熙皇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光禄大夫陈廷敬的故居，位于山西省阳城县的皇城村。整个大院整山临水，城墙雄伟，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城堡式建筑群。建筑群分为内城、外城2部分。大家一听到这个，是不是以为是城墙？其实呢，它这里跟城墙差不多，外面有城墙，里面有房屋，所以叫做城堡式建筑群。总共有院落16座，房屋呢大概是640间，总面积36580平方米。一个家族的大院分为内外城，这也是独一无二的。内城是建于明朝时期，有大型的院落8座，是明代建筑风格，到现在差不多500来年的历史，是明代建筑中的珍品。外城则是完工于康熙时期，建有前堂后寝、书院、花园、归楼等等。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内城算是陈氏家族它整体的院落，而那个外城呢，相当于是陈廷敬自己一个人的院落。因为陈廷敬深受康熙的器重嘛，他条件好，就在外城单独建了一个院落，只不过呢是跟内城连接起来的。整个外城布局讲究，雕刻精美，特别是里面有康熙亲自写的字，至今呢保存完好。总体来看的话，整个皇城相府的建筑特征是依山就势，随形生变。
层楼叠院，错落有致。那么陈廷敬这个人呢，也是非常不一般呐。他5岁入诗塾，9岁能赋诗，19岁中举人，20岁中进士，一生了荣获28次升迁，在朝文官53年，当了康熙的讲经老师35年。其实非常多啊，吏部尚书、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等，是一位深受康熙赏识和重用的大臣。同时呢，他还编撰了《康熙字典》《明史》等大型语言工具书，他也是清朝著名的语言文学家。现在我们去看看康熙写的字啊，其实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就是康熙皇帝写的武亭三尊的匾额和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结香的楹联，是康熙皇帝晚年为陈廷敬所题。婉亭呢是陈廷敬的晚号，用他的晚号为其故居命名，是康熙皇帝对陈廷敬的最高褒奖。楹联的深刻寓意是说，陈廷敬青壮年的时候事业有成，就像浓荫蓊郁的乔木一样，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晚年带病坚持工作，品节昭明，好像林梢的菊花，散发出更加浓郁的芳香。这副楹联是康熙皇帝对陈廷敬一生功绩的充分肯定和至高评价。当时呢，康熙皇帝呢已经年近花甲，这些呢也是他的封笔题字。御书楼后面就是皇城相府真正的大门，看看上面有一个匾额，写的是相府。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跟我们平时看的是一个城门城墙一样的吧？高度的话，我估计有10几米，真的是非常壮观的。现在已经来到了皇城相府的正门，也是以条石筑基，青砖砌墙。从这里进去呢，相当于是进入外城。在这个城墙上面有3块匾额，第一块就是我们刚刚看的相府，中间和下面是有含义的。中间的是天恩嗣德4个大字，是当时陈廷敬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之后，在康熙38年，也就是公元1699年，直接嵌入到章门之上。有2层意思，第一层是说皇天在上，天赐恩德，世代不绝，造福子孙。第2层意思呢，是历代天子给予陈家祖上后代的恩赐，陈氏家族呢将世世代代以德相报。最下面中道章3个大字呢，其实它这个皇城相府以前就是叫中道章，只不过呢康熙皇帝来这里住过，陈廷敬带上宰相，所以呢才被称之为皇城相府。那么这3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主人呢恪守儒家的中庸之道，中者不高不下，不偏不倚，道者道德文章，规则规律，同时也是陈廷敬对自己家族的一个整体评价和标榜。从这里进去就正式进入到皇城相府了。我们先看看外城，就是陈廷敬居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最后去内城里面走一走，城墙上面走一走，看看这个大门，厚度的话有10几公分，不知道是不是原版的，因为现在还能活动。这个门跟我们平时看一些古城，它那个城门是一样的，它这个大门可能比很多城门还厚，还壮观，还气派。它这个大门也是有说法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门钉。门钉呢，在清朝是等级地位的代表，明朝那个时期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清朝呢，门钉的数量以及使用材料是体现封建等级的重要形式。在当时有一个大清会典中有详细的规定，亲王府制门钉是纵9横7，那些贝勒、公爵等等是纵横节7。那么陈廷敬他的当时相当于就是公爵了。从这里呢，也是体现了皇帝的对他的器重。进入到外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前面有牌坊。牌坊在古代是用来宣扬礼教、标榜功德、纪念先贤，或者起到装饰作用的建筑物。那么这个牌坊呢，也是陈氏家族用来标榜功德的功德牌坊。这是一座大牌坊，建于1699年，是4柱3门10字仿木结构，上面呢是雕龙斜凤，基座是绿色环雍。牌坊呢通体以砂石雕造，气势恢宏。上面有4个大字：总宰总宪。总宰是宰相的别称，为百官之首。总宪呢是督察院左都御史。督察院是清朝中央最高一级的监察机构。
而左都御史呢，就是这个单位的一把手。在4个字下面呢，写了很多人的名字，就是陈廷敬的父亲、祖父、曾祖父的官职。上面最显赫的就是陈廷敬的职位了，这个他的职位太长了。前方这个建筑就是外城的核心建筑，大学士第总宪府，这个就是陈廷敬他自己的房屋，他当时呢就在这里居住，康熙呢也是在里面居住过。尽管这里被称之为大学士第总宪府，因为这2个是陈廷敬的官职，但是这里也可以称之为康熙行宫，就是因为康熙南巡的时候2次住在这里，因为皇帝居住过的地方肯定是不一般的，所以才称之为皇城相府嘛。在这个门口还有2块巨大的石头，我猜想这个应该是旗杆石。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个里面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大院很多是经过修缮的，并且呢，它里面还保留了很多的精美石雕、木雕。等一下呢，我们只能看到一部分吧，因为全部看不完，包括整个这个皇城相府，我们也只能挑一些代表性的。从大门进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对面制作雕工精美的照壁，雕刻的是麒麟吐玉，寓意是陈氏子孙后代繁荣昌盛、吉祥如意。因为经常麒麟嘛是一种瑞兽，那自然是有美好的寓意了。在麒麟2边是民间八宝和四翼吉祥图案，显示出主人的风雅、高贵和门第的尊荣显赫。民间八宝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传说中的祥瑞之物。这2年走了很多地主大院，南方的也有，北方的也有。那些大院呢，基本上都有好几重大门。你像这里我们看到右边，这是第1重，不过进来呢是一个照壁，然后要拐个弯才能进入到第2重大门，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是一个瓮城一样的。这个呢外面就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而在南方呢，普遍的第1道大门跟第2道大门是对称的，这就是南北方的特点。北方特别是山西这一块的大院呢，它可能遵循的方式就是跟建城市一样，从照壁走过来一点，便来到了相府的2门，就是所谓的仪门。从这里进去呢，也算是正式进入到这个相府里面。这个仪门面阔3间，中间这个门呢是正门，是主人和贵宾走的通道，平时关闭，只有在皇帝驾临或者朝中一定级别的官员来到这个时候才会开启通行。行常的文武百官和普通人只能走2侧的侧门，按照左文右武的顺序记录。在封建社会，衙门、地主大院以及陵墓都遵循了这个道理。这个大院也是前堂后寝的布局，整体分为3部分，前中后。前院为迎客厅，中院为起居室和书房，后院呢因康熙皇帝曾下榻居住，又称之为康熙行宫。这里就是前院了，也是一个四合院。如果有一些客人来访的话，就在这个里面接待。前方这个建筑呢是叫做典汉堂，是当时康熙皇帝南巡时来到这里，御笔钦点陈家第6位进士陈廷敬之子为翰林，典汉堂因此呢得名。这上面就是典汉堂的牌匾，康熙皇帝亲自写的在整个这个陈家好几个地方有康熙的御笔。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个御书楼是康熙写的，这里也是。旁边的博文约礼与龙飞凤舞也是康熙御赐。博文约礼是康熙皇帝赞美陈廷敬文学才华博大精深，品格高尚，而龙飞凤舞则是称赞陈廷敬的人品以及书法气韵奔放、舒展洒脱，反映了陈廷敬与康熙皇帝浓浓的师生情谊与君臣关系。在这个屋里旁边呢，看到的这些其实是仪仗是康熙皇帝赐给他的半副銮驾，因为皇帝出行有銮驾嘛。不过呢，他这个銮驾呢，陈廷敬是不能使用的，只能放在家里。不过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康熙对陈廷敬的信任和器重。那么陈廷敬出行是哪些呢？就是这些叫做官阶牌，上面呢是记载着陈廷敬当过什么官员。这么多职位表明陈廷敬呢一生是忠于朝廷、勤于政务，多次被皇帝委以重任。在皇城相府里面还有表演，你看这些
就是陈廷敬出行的方式，大学士、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这些就官阶牌，举着这些代表了陈廷敬的地位。这就是后院了。康熙来到陈家，就是居住在最后面。陈廷敬早期可能也是住在这个院落，后面康熙皇帝住在这里之后，陈廷敬呢可能就搬到中院去了。这就是康熙来陈家居住过2次的地方。后面还有个康熙的画像，这里算是3开间，左边是书房，中间呢是客厅，最右边是卧室。整体的面积不是太大啊。我们很多人一般都以为在古代皇帝的寝宫、皇帝住的地方，或者地主那些老爷居住的地方，房间会很大。其实恰恰相反啊，我们看了很多，整体的话面积都不是太大，特别是那个书房和卧室比较小，客厅的话只能说是在一些会客厅会大一点，如果是在跟办公连接在一起的也是很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呀讲究一种能量，你人如果在这个房间里面，房间太大的话，那能量就会散发出去，不易保存。而房间比较小的话，刚好够住的话，人在里面能量就能够保存，就跟我们经常说的所谓风水一样的，要藏气，财不外漏，气不外泄，是这种说法。那这里呢也是遵循着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大院，它的卧室都比较小的，包括我们在平遥古城看到那些钱庄，它那个掌柜的卧室也是很小的。我们之前走了很多地主大院，一般这样豪华的大院里面一定会有千金小姐的绣楼，他们皇城相府的不单单是叫绣楼，而是整个小姐院，就是陈廷敬的女儿是住在一个院落里面，并且呢还有花园、池塘等嬉戏的地方。它刚好是挨着后院，过来一点点，这个是西花园，当时陈家的小姐在这里嬉戏。这个就是小姐院，是不是挺大的？也是一个四合院。这里呢是陈廷敬3个女儿居住和活动的地方。最北边就是小姐绣楼，一般有这样的说法：1楼是闺房，2楼是绣楼，而且呢它是不同时间段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而左右两边的厢房是女仆和贴身丫鬟的住处。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两边的厢房，一边是他们吃饭的地方，另外一边呢是他们学习的地方，就是画画、弹琴。因为他们属于文官的女孩子嘛，琴棋书画一定要会的。因为在古代陈家讲究门当户对，那自然而然他这个家庭对应的对方的家庭也很高，你如果什么都不会嫁过去肯定是不行的。他们不光是要琴棋书画，而且呢还要学习一些持家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主绣楼，当时陈家的3个女儿就居住在这栋楼里面。其实呢他这栋楼在女孩子13岁之前他们是住在下面的，13岁之后就要去2楼居住。因为在古代有这样一种说法嘛，13岁上绣楼，14岁嫁人，来年再抱个胖娃娃。这个我是听导游说的。这个就是千金小姐的闺房，看起来是不是很简陋？不知道以前是不是可以这个样子啊？这跟我们平时看的一些地主大院、商人他那些房间是有点不一样的，毕竟陈廷敬的身份不一样。中间这里是绣楼的过厅，这里非常珍贵啊。先看看左边，这里有一幅雕刻，非常精美啊。这个是香樟木雕刻的，是原版的。它中间是一只凤凰，旁边有很多鸟。它这个呢就是百鸟朝凤图，是陈家希望女儿呢能够成凤，就相当于越来越好的意思嘛。另外一点就是中间那个屏风也非常珍贵，4个屏风下面分别有4个女子，是中国古代的4大才女：蔡文姬、卓文姬、上官婉儿、李清照。其实意思呢，就希望他们家族的女孩子啊，能够像这位4位才女一样，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那么这里为什么放置屏风呢？大家看看屏风上面是不是还卷帘？这是因为在这个屏风后面呢是有楼梯。我们一直都在说，女孩子到了13岁就要上2楼的绣楼，待至闺中，准备嫁人了。那么屏风设置在这里呢，是不让人看到楼梯。另外一点呢，是古时候清朝有3寸金莲嘛，它那个角是不让外人看的，所以屏风就放在这里挡住了。后面的台阶是13个啊，就代表了13岁要进入2楼待嫁。在旁边还放了一些刺绣，其实也称之为女工吧，因为古代女孩子女工一定是要会的，要不然会被嫌弃。
我现在是站在这个城墙上面看这个小贾大院，看看它这个建筑方式很有意思啊，特别是这个屋顶，大家看到没有？呈弧形曲面，没有屋脊和脊兽，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弓俯卧在屋顶上面。我国传统建筑屋顶的形式有很多啊，五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等等，其中以重檐五殿顶和重檐歇山顶的等级最高，而它这里呢，却是叫做卷棚顶，是一个等级较低的一种形式，但是呢，它线条比较柔美，造型优美，常常被用在皇家园林建筑当中，在传统民居中是很少见的。小贾院完全是采用卷棚顶的屋顶形式，两种寓意啊，一方面寓意着陈家子女必须温柔贤淑、恪守妇道；另外一方面呢，显示陈家崇尚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之势。虽然陈氏家族受封建礼法约束比较严，但是呢，毕竟是名门望族，对于千金小姐还是比较娇宠。在严格执行礼教规矩的同时，也给他们安排了花园，消愁解闷。在这个小贾院里面有假山、鱼池、回廊等等，我们等一下还能看到。那么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层含义，它是采用这种建筑方式呢，就提醒那个男子啊，到了这里你就不能往里面走了，因为这个是女孩子居住的，因为那个时候女孩子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我们刚才看的小贾大院是在外城的西边，而这边呢是东边，就是东花园。当时陈廷敬回来居住的话，可能吃完饭就在这里散散步，包括康熙皇帝来这里下榻的时候，可能也在这个花园里面散步走过。你看有水池，有假山，真的是一个小公园一样的。看完了外城，现在呢准备去内城看一看。这个外城就是陈廷敬自己一家居住的，而内城呢是明朝时期修建的，可能后期一直经过修缮，是陈廷敬的长辈以及平辈居住在这里面。这个就是进里面的一道大门，可以说一道墙，两个世界，两个不同的环境。这个城墙也非常高啊，这个内城可不得了啊，仅城墙就用了青砖3000万块，土石料20万方。在当时交通技术和施工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如此浩大的工程仅用了短短7个月的时间，不得不说是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站在内城西墙上面，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宅院，气势恢宏，规模宏大。大家一定会问，一个家族怎么会治下这么大的产业呢？肯定有人会想，在古时候有这样一句谚语：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之说。这个呢，主要也是他们陈家经过世代累积的，因为在陈家嘛，出了很多名人，也有很多人相当于出人头地。那么当时陈廷敬作为宰相呢，按照史料记载，陈廷敬是一个清官，但是架不住他那个有人去依附他嘛。然后当时陈家是一个这么大的家族，他并不是所有人都去考取了功名，也有一些家族子弟呢回来经商，那自然而然的话，陈家就家业非常庞大了。现在就算正式走入到内城了，这里也是有2重大门，双重保险嘛，因为它就是一个城堡，防御性很关键的。其实山西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古堡，然后这里呢就是一条道路，它这个大院其实也算是四通八达，前方呢就是陈家的祠堂。其实在这里我们还能发现，它整个建筑呢都是依据山势而建的，一层一层上去。那这个就是陈家的一种建筑方式，希望他们家族能够越来越好，节节攀升。包括上面的城墙也是一样的。陈氏宗祠，其实我在这个防城相府遇到很多南方的游客啊，他们都在说，来到北方之后，这些宗祠建的少，在南方就非常多。宗祠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参观的，就是这里有很多牌位，这个都懂得了。这边真的算是错综复杂呀，一个院落接着一个院落。那前方呢，这个院落就比较有意思，是陈廷敬父母亲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陈廷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个地方差不多生活了13年才出去了。这个院落是叫世德院，其实含义呢跟我们平时看的那些修饰都差不多。这是一个石榴寺，400多年了。其实在很多地主大院的门楼上面都有石榴或者葡萄，寓意呢是多子多福。它这里呢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有一部影视剧大家应该都看过，关于康熙的，当时的皇帝啊就是坐在这个下面。从石榴树进来之后又是一个四合院，这个院落呢比较特殊，大家看看前方是不是3层楼？这个3层楼是整个防城相府唯一的，
它的作用就是1楼居住，2楼是放书看书的地方，3楼呢是放印版的，就是印刷书的那个版。整个防城相府就这一块是这样的。其实防城相府基本上的建筑都是2层楼，而且功能也差不多，1楼居住，2楼呢是放书。因为整个防城相府陈家呀，他们对教育特别重视，他们家族有这样一种传统，就是家里的小孩就是一定要读书，要去考取功名。如果说你考取功名失败了，才能回来继承家业，或者是说才能够回到家里主持家里的生意。你考取了功名之后，就一定要出去。现在呢，我们去看一下皇城相府里面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就是前方我们看到的，它是叫做河山楼，明朝崇祯时期修建的，到现在将近400年。大家都知道，当时明末战乱风起云涌，山西呢又是一个重灾区，为了抵御流口侵扰，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土匪啊这些，那么陈家当时3兄弟齐力建造了这样一栋楼，它的高度是30多米，是防城相府最高的建筑，总共是7层啊。其实这个跟我们在很多地方看的地主大院里面的碉楼是一样的，它就是起到一个防御保护的作用。比方说，如果土匪来了或者流客来了，攻打这个防城相府，万一攻破了之后，他们家族的核心成员呢，就全部躲到这个河山楼里面去。当然，它这个河山楼里面肯定是有暗道的。现在的河山楼，我们明显的看到下面有台阶上去，然后中间有一个大门。那其实最早的河山楼是没有的，只是说现在为了参观方便，有修建这个楼梯。它在以前完全就是一个平面竖立在大地上面，遇到紧急的事情，家族的核心成员可能是通过暗道走进这个大楼，而普通的人员呢，可能就是通过锁吊到了第3层那个窗户那里进去，因为它纯粹就是一个防御性的嘛。我听旁边的导游说，它这个里面呢可以放很多粮食，还能储存水，所以当时他们在里面生活很长时间都没有问题。现在我们去里面看看，不知道里面现在放置了什么东西啊？走近一看，感觉像走到窑洞里面一样，走到地下宫殿一样。我们之前在平遥古城看的金库也是这个样子的。进入这个大楼，核心人员是通过暗道，那普通人肯定不能让他知道暗道是在哪里，所以一般的人呢，进出的就是3楼这个位置有一个锁吊，他们在外面通过那个吊篮进出的，这个也是安全的一种方式。我们继续往外面走一走，来到这个防城相府，到处都是台阶。其实这里呢也是算在城墙上面，到处都能看到台阶，因为它整体陈家呢是遵循节节攀升的道理。在这个城墙边上啊有一个角楼，而角楼前面呢有台阶，它这个是叫做步步高台阶。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台阶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从下面往上看只能看到一级一级普通的台阶，而从上面往下看的话，就会发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这段台阶呢共有53级，台阶的数量不多不少，正好与陈廷记做官的年数一样，所以很有意思啊。在防城相府最上面有几排窑洞，这个就是藏兵洞了，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军事防御城堡的，所以肯定是有防御的人员。它这个防城相府呢，从明朝修建到现在大概是500年，可以说它500年也没有被攻破。我们之前去嘉峪关说没有被攻破，它这里也没有攻破，因为在明朝末年，当时山西不是有好多那种流寇嘛，以及当时很多那种起义军呢，他们当时就来攻打防城相府，但是呢没有攻破，就是10个月时间3次攻打这里都没有攻破，所以当时算起来这个防城相府非常坚固。那到了清朝就更不用讲了，所以可以这样的说，防城相府这个设计非常巧妙，500年时间都没有被攻破啊，真的不愧为北方第一巨宅啊！因为由于它的特殊身份，称之为北方第一巨宅、第一豪宅。那这个防城相府呢，我们就基本上看完了，确实是非常豪华呀，可以说豪华程度超出你的想象，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看了这个防城相府，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让你绝对想不到古代的建筑原来可以建成这个样子。其实防城相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宏伟的建筑，还在于它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今天真的是不虚此行啊，看到了这样宏伟的建筑，由于里面太大呀，我们只能看一部分。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